真的是舒服是一个 keyword， 我觉得。台湾人非常爱排队。Hi, 大家好。Bonjour tout le monde. Aujourd'hui, j'ai un invité. Il est aussi mon ancien élève, Jonathan. Il est français. Maintenant, il habite à Taïwan. 今天我要来访问我之前的学生 Jonathan。他是法国人，然后现在住在台湾。So I'm going to ask him some questions. Pros and cons living in Taiwan. What'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iving in Taiwan or living in China? What to expect as a foreigner coming to Taiwan for the first time? This is a listening practice. Okay, this is an excellent material to practice your Chinese comprehension. So do not hesitate to turn on the YouTube subtitle function if you need it. 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访问 Jonathan。你住在台湾多久了？我住台湾很久，我没有想到我会住那么久，大概5年多，对啊，已经蛮久。我来这里是2015年的时候。哇哦，对啊，我们上完课之后你就去台湾了。没错，就这样。你说服我来台湾。如果我在这里是因为你的错。那当初为什么你想要去台湾？因为一开始你先去中国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我先去中国1年。我在那边交换学习，然后因为这个时候我在法国学习，然后我一开始我想去中国工作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中国如果你要一个工作的签证，你需要有2年的经验，然后我刚刚毕业，所以我没有这个2年的经验。可是台湾比较开放，台湾你有一个硕士一个 master degree 的话，你直接可以来台湾工作。所以，因为我学中文，我高中的时候开始学中文，所以我想毕业以后，我想在一个说中文的国家工作，我想进步我的中文。然后中国不行，所以来台湾。然后台湾我有来过，我觉得是蛮不错，那边比较放松，人很好，大家对你很好，然后对啊，天气很好，虽然有点热，对我来说我觉得比法国好得多。那你觉得在中国生活跟在台湾生活差别在哪里？有很多差别，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文化跟人的态度，因为中国发展很快，然后台湾可能已经发展了很多，所以现在感觉是生活有点慢，但是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。我觉得有好有坏，就是可能他们的经济不是发展那么快，但是如果你想享受你的生活，还是你喜欢就是看一些自然的地方，台湾是一个很好的国家，所以中国感觉是有点生活很快，然后可能你会住一个地方，然后你住的那个区域有很多楼，然后可能明年一半的楼都不见了，然后他们又建筑了很多新的楼。其实你问我中国跟台湾的差别，一个很大的差别是价值观，然后可能台湾人比较礼貌，这个会让中国人生气很多。OK， 这是真的。可能你在中国你在等捷运，然后捷运来的时候，大家会很急的推你，然后想先上去。在台湾不会啊，在台湾大家很安静的排队，台湾人非常爱排队。哦，
哦，对，真的，对啊，因为好像如果有排队的话，就是这家餐厅很好吃，然后排队也是秩序吧？对啊，是秩序，没错。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住在台湾的好处跟坏处？谢谢。好，好处有很多，坏处也有一些。当然，我觉得好处比坏处更多，反而我不会继续住在这里，对吧？可是好处，我觉得，对啊，我已经说了。可是第一，大家真的很 nice，我觉得大家很礼貌，在台湾有一个文化，就是你不会，你不要打扰别人。可能这种文化我们在欧洲没有那么强的文化。我们现在疫情的时间可以更明显看到这个这个 phenomenon， 因为就是台湾人会比较戴口罩，对不对？可是，在欧洲，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我的自由，为什么我要戴口罩？我们觉得自己的自由是更重要，可是，在台湾没有，所以我觉得是蛮舒服的，因为不会有你不会有很多问题，就是比如说我有很多女生的朋友，她们说她们喜欢台湾是因为晚上的时候她们不会被打扰，她们去一个酒吧，然后回家，她们可以自己回家，她们不需要坐计程车，还是问一个朋友，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去？在法国可能你不会这样，你会晚上走路可能会有人打扰你，你可能知道。对啊，白天就已经会有人打扰了。对，所以就是安全，我也觉得安全舒服很重要，真的是舒服是一个 keyword， 我觉得很多人这么说。然后我觉得台北就是台湾的其他地方也一样，就是很多 nature， 很多天然。其实台北很 green， 真的很绿。你可以坐捷运不到15分钟，然后你已经在山上，还是对啊，真的，你有去过香山吧？你已经知道对，我很想台北就是这样。然后你看，我现在在一个咖啡，很绿。对，当然不是每一家咖啡都这样，但是好羡慕哦。对啊，然后对啊，如果你喜欢运动的话，台湾也很不错啊，因为骑脚踏车在这里很方便。在台北有一个公园叫河滨公园，然后你可以从台北到淡水骑脚踏车，大概需要看你的速度啊，但是从1到3个小时，然后很漂亮，真的很不错。然后你可以，我在这里攀岩，有很多可以攀岩的地方。你可以冲浪，你可以爬山，真的很多。这是一个很不错。虽然台湾很小，还是一个海岛，但是真的有很多可以做的、可以看、可以去的东西啊。对，食物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好处，也是。如果你有来过亚洲，你应该知道亚洲的食物那么好吃。我每一次回去法国，我都会想念台湾的食物。然后我已经说了很多好处啊，我可以继续说，但是应该说坏处吧。对，食物的部分可以讲很久，因为真的太多选择，然后价钱从便宜的到贵都有，便宜有很多。对啊，真的。然后在台湾你不需要煮饭，你可以每一天在外面吃饭，很便宜，很方便。太方便有点危险，方便到危险。对，这样会不健康。会，所以我开始煮饭。
哦，真的吗？最近我有一个比较大的厨房，所以对，而且台湾还有很多便利商店，有，真的很多，所以很方便啊。对啊好像是世界上第一名，那个 density 对，密度，对。然后你要我说坏处吗？还是你？好啊，没关系，就坦然的说吧。坏处是什么？坏处可能坏处也好处一样，就是那个舒服，有一点太舒服。太舒服，怎么说？这个有一点难解释，但是我的感觉，不只是我的感觉，也是很多外国人住台湾的感觉。就是你住台湾太久，你可能会变成有点软，然后你可能会太舒服，然后你可能不会找新的挑战，你可能会一直在你的舒服啊、安全的那个地方，然后对啊，你可能会太稳定，可是看你的个性啊。你可能觉得是一个好事啊，但是也有一些就是一直一样的感觉。台湾还是一个很小的地方，所以事情都一样。可能你会，我已经住了5年，我觉得可能几年后我要离开台湾，因为我想看更多的东西。然后一个可能常常听到的一个坏处就是薪水，这是一个大问题。如果我们之后要了解工作的那边，就是台湾的薪水真的很低，然后其实我觉得很可怜，因为这是一个政治的选择。你看其他的 Four Tigers， 就新加坡、香港跟韩国。他们跟台湾差不多的时间开始发展，然后他们的发展的程度差不多，但是他们没有那么严重的薪水问题，这是因为他们的政府跟台湾政府有做不一样的决定，所以我虽然事情慢慢改变，但是还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。如果你比较习惯赚欧洲还是美国的薪水，你可能会在台湾有点失望。但是有越来越多外国人来这里，他们做remote 的工作，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，因为你可以在台湾有生活，然后你帮忙一个国外的公司工作，然后你可能会有国外公司的薪水跟环境，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方法。现在台湾政府也支持这个，他们有一个新的 visa 叫 Gold Card Visa， 金色卡居留证吧，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，但是你就是为了外国人想来台湾，可是他们想做 remote 的工作，你需要一个最低的薪水才可以挑战，但是才可以报名 ，sorry， 但是对有改变，我的意思就是事情慢慢的改善，但是这是一个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。如果你想在台湾在一个台湾公司工作，可能你要想2次，因为限制很多，然后你的事业可能会有影响。好，那最后一个问题，你如果要给现在想去台湾的外国人建议，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？找工作，找工作、生活啊，学中文可以吗？应该是吧。Just do it 来就对了。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，就是开放的来这里，试试看跟
台湾人沟通，不要一直跟外国人在一起，就是因为比较容易，在台湾外国人也很多，所以很容易你来这里学中文，然后你的朋友都是外国人，然后你可能不太会了解台湾文化，可能你不会去卤肉饭，你可能会去就是西方的食物，对啊，所以开放，只是学中文，不是为了工作，是为了自己。